一颗小小的大豆就能让特朗普认怂吗？还真能。这不，8月10号晚，轻易不求人的特朗普就主动拉下脸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跟我们达成一笔交易。而要交易的东西不是石油天然气，也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产品，而是堪萨斯奶牛们口中咀嚼着的饲料——大豆。简单说，就是特朗普迫切的希望中国能扩大对美大豆进口，越快越好。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热衷于搞技术封锁、芯片断供的特朗普会为了不起眼的大豆特意发帖？小小的大豆又是否会成为影响整个贸易战的关键先生？将时间拉回到8月10号深夜，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喊话中国，说什么我知道你们中国面临大豆短缺，而我们的农民生产着世界上最好的大豆，不如你们将美国大豆订单量增加4倍，这样不仅大豆问题解决了，还能减小中美贸易逆差。最后还特别强调，只要下了订单，美国将为此提供快速服务。第二天又火速签署了行政令，将对中国的关税暂停措施再延长90天。即使明眼人都能看出这老狐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不过在一番厚脸皮的包装下，硬是把这一出强买强卖的戏码演成了我这是为你好，仿佛自己做出了什么重大让步。照现实的局势来看，特朗普的这个请求大概率是一厢情愿，没有谁有什么必要与义务去忽然购买4倍于往常数量的美国大豆，而他口中的解决中国大豆短缺更是掩盖自己真实意图的漂亮话术。诚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且由于耕地资源紧张、供需严重失衡、流通环节冗长等因素，导致我们的大豆自产能力受限，长期依赖国外进口。2024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达 1.05 亿吨，占当年粮食进口总量的 66%， 对外依存度超 80%。但身为承载千年农耕文化的农业大国，我们历来十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尤其是像大豆这种对外依存程度高的农产品，未雨绸缪的提前储备早已是常态。咱们直接数据说话。从库存数据的变化来看，截止到2024年7月，国内进口大豆库存总量达到了 559.9 万吨。尽管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0万吨，但总体而言储备依然较为充裕。而事实证明，充足的战略储备有效缓冲国际粮价的波动。即便在2024年全球粮价暴涨期间，我们也未出现断供危机。也就是说，中国是缺大豆，也十分依赖稳定的国外大豆进口源，但库存远不至于像特朗普嘴硬的那般，离开美国大豆就举步维艰的地步。建议董王下次发帖之前，还是找梅拉尼亚切个润唇膏，软化一下嘴巴吧。在特朗普给关税机枪上子弹的同时，他那看似稳固的基本盘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晃动迹象。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25年上半年，中国自美进口的大豆数量同比下降 39%， 且仍呈下降趋势。截至2025年7月，美国对中国大豆的净销售量已经连续挂零了14周。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等传统农业州的仓库中积压着数百万吨无处可销的大豆。美国农业市场分析师凯伦·布劳恩也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至今尚未采购新一季的美国大豆，导致新作物的销售举步维艰。这在2005年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大豆贸易中还是头一次。他还忧心忡忡地表示，这将使美中大豆贸易进入未知领域。更糟糕的是，这边大豆在滞销，那边农户在生产资料和设备上的投入却越来越大。对此，美国大豆协会主席拉格兰直接写信给特朗普，呼吁美国政府与中方达成协议，取消关税，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成中方大量购买美国大豆的协议。信中还警告称，若中国继续规避美国大豆，将会给美农业带来严重且长期的经济后果。概括一下就是，求求了，别再搞什么幺蛾子关税了。总统大人，您是玩爽了，却留下来一桌烂账让美国农民买单。这下好了，人家不跟咱们做生意了，仓库里堆的山高的大豆卖给谁去？三体人吗？到了这时候，饶是董王也坐不住了。毕竟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谁？那不就是这些手握钢叉、脚踩拖拉机的红脖子美国农民吗？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不少因大豆囤积而遭受巨大损失的农民对特朗普深感失望。许多作为特朗普铁票仓的农业州，不满情绪也在与日俱增。部分农业州支持率已暴跌 22%。如果大豆再卖不出去，共和党的选票根基可能崩塌。那些亲手给他送入白宫的红脖子 Mega 很可能会再亲手把他从椭圆办公室里拽出来。特朗普自然深谙这一点，他此次突然发文说要搞什么4倍订单，画了张大饼，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政治自救，稳住他那广大的农民支持者。在闹到如今的局面之前，中美大豆贸易也曾有过一段较为稳定的黄金时期。2000年后，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逐年攀升，而美国凭借转基因大豆的高产量和稳定供应的优势，长期占据中国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不管是豆粕加工企业还是食用油生产商，都对美国大豆有着庞大且稳定的需求。根据美国大豆协会的数据，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3600万吨，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 42%。
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的大豆占到其总产量的 60%， 价值超140亿美元，堪称农业经济的命脉。由于中国持续旺盛的大豆需求，美国农民根本不用担心大豆卖不出去，只要大豆丰收的季节一到，不消他们寻找买家，成千上万吨的大豆自己就会登上货轮，远渡重洋，直抵东大。本来一切都岁月静好，我买豆你挣钱，咱俩各取所需。直到那个脑门文官下巴文税的拉风男人空降白宫。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一举打破了此前长期维系的中美贸易平衡，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作为回应，中国对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加征了 25% 关税，并缩减美豆进口。结果美国大豆的价格直接暴跌至每普式 2.3 美元，较2018年初下跌近 30%。突如其来的高昂关税让美国大豆市场遭遇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大豆库存积压严重，引发了很多农民的不满。联邦政府只能先花钱安定住国内农民的情绪。2018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向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补贴，结果反响平平。之后又发了160亿，可前后砸进去280个亿，仍难以完全化解美国农民面临财务崩溃的风险。直到经过数轮谈判，中美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定，关税之争得以短暂缓和。在2023至2024销售年度，中国购买了美国 54% 的出口大豆，总额达132亿美元。中美大豆贸易有了一定程度的回暖。然而，如今特朗普再次拿大豆出口大做文章，摆明了还是咽不下上个任期内的那口恶气，并且似乎笃定自己能在这场大豆争端中占到便宜。即便他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解决方法，只有在社交媒体上敲字，玩无能狂怒那一套。中国在这场大豆危机中之所以能够泰然处之，依靠的除了大豆储备的未雨绸缪，还有其他蓬勃发展的大豆市场。当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如同一道铁幕隔开了中美的大豆贸易时，中国迅速做出调整，转向从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进口大豆，填补美国留下的市场空缺。就拿巴西来说，当美国农民还在为堆积的大豆发愁时，南美的巴西农民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毕竟在种豆这一块，人家巴西还真不比你们老美差。身为开发潜力巨大的南美国家，巴西中西部可开发土地资源丰富，广袤的平原优质耕地为大豆种植创造了优良的条件，这使得巴西大豆的土地成本仅占种植成本的 9% 至 12%。而相比较之下，美国大豆的土地成本高达 27%， 因此低廉的土地成本使得巴西在这场大豆战争中抢占了先机。此外，巴西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气候，光照充足，雨水丰富，结合中西部的平原地形，十分适合大规模种植大豆。据《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在过去10年内大规模援建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港口、铁路、仓库等方面大量投资，为巴西大豆出口中国创造了更多的便利条件。在中美关税冲突之前，巴西大豆就在对华大豆进口中占据不小的分量。而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后，巴西大豆更是趁势直上，在美国大豆被加征高额关税的同时，巴西大豆却在长期享受我们的零关税或优惠政策。比如在2018年第一次中美贸易战时期，中国进口巴西大豆占比从 53% 飙升至 75%， 美国大豆占比则降至 18%。而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进口了 1.05 亿吨大豆，其中巴西占7465万吨，美国仅2213万吨，数量差异已经极为明显了。一看巴西大豆不断蚕食自己的市场，老美也是急了，先是通过 WTO 申诉中国歧视性关税，但裁决周期长达2至3年，等事情解决，美国农民估计也差不多了。随后又启动美国大豆复兴计划，给农民提供每英亩150美元补贴，但治标不治本，效果依旧远逊于巴西的规模优势。无论怎么讲，巴西都正在逐渐顶替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据巴西外贸秘书处的最新统计数据，近几个月来，巴西大豆出口屡创历史新高，从4月份到7月份始终保持稳定的同比增长规模。最近更是有来自巴西的消息称，中国大豆进口商已经锁定了巴西9月份和10月份的大豆进口订单，中国大豆贸易的谈判桌上已经快要找不到美国大豆的影子了。破镜难重圆，经过2次关税冲突，中美之间已经心生下戏，再想恢复此前的你情我愿的大豆贸易，恐怕是不太容易了。而且美国的大豆为什么会遇冷，还不是因为你们总统大人端着关税机枪，全球无差别扫射呀？真想让中国多买美国大豆，光靠在社交媒体上喊话可没有用，只有拿出真正的诚意，主动给关税降下来，大家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如果继续搞那些朝令夕改、损人又不利己的政策，美国大豆被彻底弃如敝履，恐怕只是时间问题。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高达 7.06 亿吨，是印度的2倍还多，而印度的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出7亿亩，资源优势明显。然而，这个产量落后的国家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力量。
反观中国却成了最大买家之一。为什么粮食不如中国，人口却同样庞大的印度还能大举出口粮食？它到底靠的是什么？回望20世纪中叶的印度，很难想象今天这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曾长期挣扎在饥荒的阴影下。那时的印度尽管地广人多，耕地资源丰富，却因为基础设施薄弱，政策失衡，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一直未能真正摆脱粮食紧张的状况。尤其是在1960年代中期的连续2年干旱中，全国粮食产量锐减，政府不得不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来维持基本供给，甚至一度推行限量配给制度。彼时的印度，每人每天所能分得的粮食不到400克，饥饿几乎成了全国普遍的生存状态。粮食问题不仅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活，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政局的不稳定。为了帮助印度渡过难关，中国甚至在自身尚处于困顿时期时，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这样的雪中送炭，也足见当时印度粮食形势的严重。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仅靠进口和临时调配无法根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启动了被称作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通过引进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大范围推广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率。尤其是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绿色革命最先取得突破，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从那一刻起，印度农业开始告别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现代农业道路。不过，要真正扭转整个国家的粮食局面，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在政策层面做出的调整更是关键所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农业投资重新被提上日程，财政支出逐步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特别是在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方面投入大幅增加。此外，政府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体系，设立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土地开发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紧张问题。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农业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耕地资源趋紧，加之第一轮绿色革命的红利逐渐消退，农业增速又开始放缓。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敏锐察觉到这一隐患，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战略构想。这一轮改革的重点除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外，更注重体制建设与全产业链联动。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资，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大学和推广站，鼓励农业人才深入一线，指导农民改进种植技术。同时还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财政、税收、技术等方式，引导农产品由初级形态向深加工转变，提高整体附加值。这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单一依靠初级农产品出口的路径，也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粮食产量的持续上升和内部供需的结构性改善，印度逐渐具备了对外出口的能力。从上世纪末开始，印度的大米、小麦出口稳步增长，出口目的地涵盖中东、非洲、南亚甚至欧洲。据统计，印度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稻米出口量前列，成为继泰国之后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如此，印度还积极将棉花、香料、豆类、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出口规模逐年扩大，农业创汇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年被迫依赖进口、饥荒频发的粮食告急国，到如今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玩家，印度完成了一次跨度半个世纪的农业逆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出口数据上移开，去看印度普通百姓的餐桌时，一个令人尴尬甚至沉重的现实随之浮出水面。这个每年出口上千万吨粮食的农业大国，却依旧有着数千万民众长期生活在饥饿线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印度至今仍是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2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发育迟缓、体重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时候粮仓里堆满了谷物，但农村贫民窟里的人们却为了一顿饱饭而四处奔波。这种反差不仅让人追问，为何一个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出口日益壮大的国家，依旧无法喂饱自己的每一个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粮食总量的不足，而在于分配机制的失衡与结构性的漏洞。印度的粮食分配体系长期依赖公共分配系统，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依靠定点发放粮食补贴的系统。理论上讲，它覆盖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基本的口粮保障。但现实中，这个系统一直存在效率低、腐败多、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
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拿不到配给，而中间环节的粮食却被层层侵吞，甚至流入黑市。即便粮食本身充足，也难以精准地送达到每一个饥饿的胃口。除了制度漏洞，城乡差距与区域不均也在持续拉大印度的隐性饥饿问题。绿色革命虽然提升了总产量，但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几个邦，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水利条件好，政府扶持力度大。而像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等东部和中部邦，由于地理条件差，投资薄弱，粮食生产能力一直较低，民众对政府粮食补贴的依赖程度更高，生活风险也更大。这种区域性的农业发展不平衡，使得有粮却饿人的现象在印度变得常态化。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成就背后的结构性贫困。印度大多数农民是小农户，土地细碎，经营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遇上气候异常、病虫害或市场价格波动，收入便大幅缩水，生活极易陷入困顿。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机会匮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往往又因为缺乏技能与社会保障而沦为城市平民，继续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徘徊。更深层的原因还涉及到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姓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公。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群体，在教育、医疗、土地等资源上始终处于边缘，缺乏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的通道。他们即便生活在粮食主产区，也可能因为社会身份的限制而难以获得公平的分配和政策扶持。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印度农业成就无法惠及全民的又一道隐形屏障。与此同时，粮食市场的资本化趋势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在印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型粮食贸易商、跨国出口公司和本土资本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流通和定价权。与其说国家选择出口，不如说是资本在推动出口。对这些掌握物流、收储、渠道和金融杠杆的大资本而言，粮食出口利润更高，回款更快，风险更可控。与其费心在国内低价销售，不如将优质农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国际粮价上涨或政府出台出口补贴政策时，资本更倾向于将大量粮食集中出口，而不是留下来满足本国的基本民生需求。因此，尽管印度的农业生产在数字层面实现了巨大跨越，但要真正解决全民温饱的问题，仅靠产量增长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正视并逐步破解，当粮食真正能走进贫民窟的锅里，而不是停留在出口报表中，印度才能真正告别饥饿。让每一位农民不仅能种出粮食，还能吃饱饭；让每一位孩子不仅能进学校，还能有营养的成长。这才是印度农业崛起的最终价值，也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